我今天看到这台实车，第一个感觉就是明明它是一台很新的车，所有的部分都已经进入新时代了，但是我站在它面前，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宝马骨子里的那股劲儿依然还在。这种熟悉感呢，首先就是来自于外观上，它当然很新，但它不是那种为了新而新的刻意感。哪怕你不是一位 Beamer，也能立刻认出来它是一台宝马。因为这次宝马保留的不是某一个浅显的视觉符号，而是整个骨相，包括前脸神态、经典的双肾、四轮四角的比例，还有霍氏弯角，包括看的这个轮毂非常美的，像原石切割一样的，像优美的雕塑一样。而且我今天还发现，所有的展车都是 M 套件版本。M 套件跟普通版本的区别，包括前后包围都有 M 专属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包括方向盘、轮毂，还有后面的天宇尾灯，非常的漂亮。这个也是 M 套件版专属的。如果国内最终会以 M 套件版为主，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不用再纠结选哪个版本了，宝马已经帮你把所有的选择都做好了。M 套件版本就是最帅的，没有之一。而且坐在车里以后，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宝马最惦记的还是每一位热爱驾驶的人，尤其是坐在主驾这个位置，感觉特别的明显。所有的信息不是在跟你抢视线，而是在顺着你的视线在排布。这种感觉跟其他的智能汽车把所有的信息都一股脑的扔到中控大屏里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开车的时候呢，你只需要注视前方的路，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信息都会排布在你的眼前。还有这块中控屏，它不是普通的长方形的屏，它是一个边是斜的，接近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异形的屏。这种屏呢，最怕的就是适配不到位。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UI 的界面，包括字体、字号的选择，还有动态效果，那明显都是针对简体中文的显示做过非常精细的优化。而且呢，还有软件部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BMW 定制版的高德导航。我觉得工作量基本跟重新设计一款 APP 没有什么区别了，看起来显示效果非常的好。还有包括整个视频线全景显示，所有的这些小组件都可以根据你的使用习惯进行定制和优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讲的小改动，就是这个门把手。我们之前在试驾长轴距版的试装车的时候，用的还是那种弹出式的隐藏的把手，但是今天看到实车的时候，已经变成了这种电子加上机械2合1的半隐藏把手，直接拉一下是可以电子打开，然后再使劲拉就可以机械打开。而且它还做了3重的安全冗余，包括高压电池直接供电，还有位于整个车身中央的12伏蓄电池可以备用供电，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用机械门把手去打开。而且车内外都是这种电子加机械2合1的门把手，所以哪怕是在极端断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直觉找到门把手，然后把门打开。这台车最值钱的部分，我觉得还是驾驶，因为我们之前在赛道还有公共道路上面都已经深度的试驾过这台长轴距的 iX3，最深的感受呢，就是不光是它的加速、刹车还有绕桩有多猛，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它非常的整个的动力、转向还有刹车呢，都是在同一个节奏里面。因为宝马造车，它不是先造出一台智能电动车，然后呢再在其他部分把驾驶去补齐，它在底层就需要保证这辆车首先要有宝马该有的动态的底子。所以宝马的做法就是新时代的纯电专属平台，前后接近50:50的轴合，后驱导向的双电机布局，还有驾控超级大脑，还有动态性能控制系统，可以让动力还有底盘实现毫秒级别的协同。所以你每扭动1度方向盘，车身都能及时的给你反馈，开起来完全不觉得这是一辆2吨多的大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合一。而且像每一台长轴距宝马一样，它的底盘调教依然是全球统一的标准，然后呢再针对中国的道路情况还有中国的驾驶者习惯去做专属的动态还有舒适性的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我们在做动态试驾的时候，哪怕是在成都的山区路面情况不太好的那种 B 级道路上面，开起来也是非常的贴地顺滑，每一次转向过弯都充满了宝马味儿。长轴距 X3 比海外的标轴车型长了108毫米，这108毫米全部都加给了后排，但是它并不是简单的把车身拉长，而是整个坐垫的长度、厚度、角度，包括它的柔软度还有支撑度，都针对中国用户的习惯进行了重新的设计。毕竟宝马可以说是长轴距的专业户了，从20年前的宝马 E60 5系开始，宝马就已经开始针对中国用户的使用习惯推出专属版的长轴距车型。其实他们深刻的理解，中国用户要的其实并不只是看起来大，而是坐进来非常舒服。最后聊一下续航，这辆车的续航是 CLTC 超过900公里，背后是一整套的高效逻辑，包括全域800伏的高压架构、大圆柱电池，还有宝马自研的智控能量管理系统，还有碳化硅的逆变器等等。之前呢，曾经有一辆新时代的 X3 从匈牙利工厂一口气开到了德国的慕尼黑宝马总部，跑了1000多公里，到了目的地以后呢，还剩2%的电量。所以我相信，如果新时代的 X3 长轴距版去做这种北京到上海1300多公里，中间只充1次电的挑战，我相信它也非常轻松可以完成。而且别忘了，它是一辆 SUV。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如果到时候下线的时候，量产版的长征 GX3能够从沈阳的工厂一口气开到北京，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挑战。今天看完实车，我有一种久违的在电动车上没有体会到的感觉，就是它明明已经都很新了，但是它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是谁，这点其实特别的难。因为做电动车、做智能化最容易的是不断的往上面去加东西，但是宝马呢，一边在往前走，一边呢还把自己最值钱的东西给留住了。所以这台长征GX3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它依然是一台纯粹的宝马，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宝马应该有的样子。好了，感谢收看这期行车志，我们下期见。